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但闻读书之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习引导文。这个文法方式当中呢，前面已经讲了断除了3种过患和6种这个垢染，然后从今天开始呢，就跟大家讲这个5种不持啊，就5种不持，它分为5个方面，也就是说呢，就是持文啊不持义，持义不持文，还有呢，为领会而持和上下粗妙而持。颠倒而持，就是总共分那个5个啊，就分5个。其中那个讲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持文不持义，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在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文法的这个为义啊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个文法的这个法性还有那个行为没有调整好，就不如法。那这样呢，通过文法而得到的利益很少。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些人呢，经常这个听法，但听了法之后呢，就效果也没有明显。再加上是这个佛法呢，就是不能融入自心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应该是与自己的文法。这个方式呢，就是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基层当中，就是听说这个大乘佛法是，的确就是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就需要千百万劫的积累资粮，拥有这个今天的这种这个因缘那么这样的这种佛法呢，就怎么样融入自己的心呢？就是需要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缘。这些因缘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创造就如果自己缺少了就是这些这个法缘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后自己获得的这个法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渺小。因此呢他这里也讲了这个5种这个不持就5种不持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观察自己呢到底就是具不具足这些过失。如果具足过失的话呢，就从这个现在开始这个一定要断除就是这些过失，否则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所听的法对你的相续就是不起作用的。因此，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持文就是不持义，就是持呢在这里竖持的意思。它这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以为着重数次优美动听的词句，而不详细分析深深的意义，那么就如同孩童呢就是采集一些这个鲜花一样。也就是说推敲词句并不能使内心获得殊益就讲的就很清楚，就是在我们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就是他就一味的着重一些非常这个优美动听的一些词就是这个词藻就是非常这个丰富，文笔就是相当好然后这个应用很多的这个成语校正对联以及呢就是有些这个词的这种怎么说搭配，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押韵这方面呢就非常这个好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喜欢听就是尤其是现在的一些怎么说就是文笔比较好的话，就或者是有一定水平的人呢，他对一般人的这个写作不满意，就是他看一个文章或者是读一本这个经论的话呢，就是先看看就是这个文笔好不好看看他的这个文字这个结构呢就是配的怎么样，就是他首先就是观察这一点。如果觉得是文笔不这么这个妙的话呢，那就他不太这个愿意读下去，就是因为他呢特别的这种喜欢就是一些这个文词。其实这样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不会这个详细观察就是文字所表达的这个深深的这种内容就是这个深深的内容呢，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
需要这个内容啊。你文字再好听也是，其实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也并不是听什么歌声啊，就是你就读起来的时候是啊，就是特别就是好听。可是你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呢，就是都没有这个实际切合的话，那就是自己啊，就是起得到就是作用是很小的。我们也并不是培养什么这个作家，就是也并不是呢就专门呢就是这个从文字的这个功夫上呢就开始这个进行培训。因此，在这个听经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味的，就是单着这个文字，单着这个文笔的话呢，就这也是不合理的，他会忽略就是深深的这个意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前辈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有些这个教言呐，教言的话呢，就是文字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一般呐，但是实际上他所表达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完全是直指这个人心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经论和窍诀呢，就是相当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如果呢真的是就是只一味的就是单着这个文字，而没有呢就是思维到就是它这个深深的意义的话呢，就像是实践的这个孩童呢，他到这个草地上去采一些这个鲜花，但他为什么采呢？因为他没有什么目的的，就是看这个就是花朵就好看，那个鲜花好看，就是然后他就随随便便就是把它就是采集下来，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就是很准确的这个或者是有特别的目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就是这里用的词很好，那你用的这个校正挺好听的这个诗歌很好，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将把这个佛经的这个内容就是全部这样理解，他从来的是没有关心到一些这个内容方面的话呢，那这是不合理的。其实这样的毛病呢，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文学界的人呢，就容易这个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文史的过程当中，有些爱学习英明爱学习史学词造学这样的话呢，他就单着这些词就是非常的这个容易。其实你如果一直这个单着这个词你天天的是念诵它的话呢，也不一定起到这个作用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也是天天就是对这个经文就是对有些论点的话呢，就是意义一点都不懂的就意义一点都不熟知，然后光是这个词熟知它的这个文字就是这样也是当然是有些经文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功德，比如说你天天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是你念这个金刚经的话呢，那这个吃这种这个金刚经的功德是应该是有的，但是你这个意义呢，就是一点也是不懂就意义不懂的话呢在有些大的这个说法的话呢这个功德也不大就是以前寒山大师的这个飞仙歌就是飞仙歌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诵经容易戒经难什么这个可诵不及众实现就我们光是这个文字上呢，就是这个作用，而意义上从来的是没有去这个关心的话呢，这个功德和意义呢，就是也并不是很大的，就是并不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应该把这个文字就是也不能就是看到这个太重就所以说现在有些学习这个经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人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先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非常这个入神的话呢，那就你不一定要非要这个有非常好的这种文字。华智仁波切写这部前行的时候呢，也说了，就是说是他用这个巧妙的这种文字的话呢，不一定是传承上师的教言，就是所以用牵线移动的这种这个文字来就是介绍这个佛经的这个意义就是以前那个有些这个藏地的这个教言当中也是有的，就是凭一般我们普通的实践的语言来就是可以就是通达就是佛经的这个意义的话呢，那么就是最美妙的这个文笔呢，就是有何用，就是也有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过于的单着这个文字过于的对词句上就是太重视的话呢，他会这个放弃了这个深深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得到这个利益的。尤其是现在有些学术界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一味的去这个研究去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往往的，尤其是佛教的这个深深的空性深深的一些大悲心的这些意义的话呢，现在人们呢
就完全是依靠文字来就是通达的话，那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因此呢，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一方面就是需要这个上师的这个指导，有了这个上师的指引的话呢，那么就是深深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通过自己也是可以这个领会的。但是这个依靠这个怎么说啊？就依靠就是这个词句啊，就是依靠词句，也并不是说是完全的是以词句来就是通达的。所以这个道理的这个分寸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第二个呢，就是词义不词文呐，就词义不词文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认为一切文字皆可只是泛泛空谈，没有任何的释义，进而轻视词句，偏重深深的意义，这样一来呢，就是词句和意义就会互相这个脱离的，因为不依赖于词句呢，就根本无法通达就是深深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有个别人的话呢，他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字结构的话呢，就是都没有什么就是大的这个意义和这个价值啊，就是一切的这种意义的话呢，就是全部是通过内容和通过意义来就是掌握的啊，就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有些就是做宗实修的有些道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文思也不太这个强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背一些经论然后天天文思的话呢，就是不大这个赞叹的就是汉地的一些禅宗的道场呢，也是就是认为就是不理文字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教外别传，不理文字什么直指人心，坚行成佛。所以提倡这样的这种教研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真正的禅以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传的，也没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昵称这个文字的就是全是通过那个就是自制的这种方式来。就自制心性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坚行成佛，就是很多这个禅师呢也是这样讲的。但实际上呢就我们也不能就是多于这个偏袒就不能这个极端了。为什么呢？禅宗也是真正的这个文字就是禅宗的供和禅宗的一些教研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多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历史上的禅师的话呢，他们也是就是依靠一些这个。比如说《妙法莲华经》能量经》《金刚经》心经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经典来就是开悟领悟的就这样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也是就是多的不可这个胜数。所以完全都是文字诠释是这个错误的话呢，这也是不合理的就这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里呢。一定要这个想到就是完全是依靠这个意义而不依靠这个文字呢，这样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对的。我们藏地很多修行人也是经常这样讲的，就是说是那个意义的这种老人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文具的这种规章就是如果文具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老人就是文具的规章没有的话呢，就是老人不可行动一样就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意义呢。就是依靠这个文字来表达的。如果这个文字的是没有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表达的。当然，极个别的像以前的像布玛木扎，就是或者说是这禅宗的极个别的，就是大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种表示方法来就是领悟的有。但是实际上是所有的我们的在座的人全部是这个跟这个六祖禅师一模一样吗？就是恐怕是。不是很多人都自己想当这个六祖大师，就是就不愿意这个闻思也不愿意呢经过多年的这个苦行，就是这是就看一部经典或者是听一句这个禅语呢，就马上这个豁然开悟。但这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的这个相续就自己从早上到晚上，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产生多少这个烦恼然后不清净的念头就是产生多少次，清净的这种念头呢，就是有多少次。所以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足部的闻思修行的话呢，恐怕是自己把自己认为是非常这个不错的一个根基的话呢，就是这不一定是这个真实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文字，就是才能就是通达的就是这个真我的这种空性的意义的话呢，就是不离这个文字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就如不以速地不得就是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就不得涅槃，就是这个中论里面呢。
这个龙门菩萨也是讲了，就是作为这个空性圣义地的话呢，依靠这个世俗名言呢，就是得得到的。然后没有这个依靠世俗名言的话呢，就是那么得涅槃或者是深深的这个空性意义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们在这个闻思修行，尤其是学习这样的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要这个依靠文字，然后依靠文字来才能通达就是它的意义。这样的这种修行窍诀呢，对每个人来讲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希望呢各位就是在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就是一边就是你说我现在就是认为是意义很重要的，就是我整天呢想着它的意义，就是这些文词的话呢都不必要的，你们背诵干什么呀？就是破喉咙也没有什么用的，不要背，只要是关心就可以，就是安住就可以。说这样的大话呢，我不赞叹的，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连这个文字的就背不下来，文字的是你不能通达的话呢，你要都通达它的意义的话呢，那就是真正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了。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部分认为的话呢，这个文字很重要的，就文字很重要的。然后意义的话呢，就是暂时就是他又不重视就是那个人写的很好，这个人的文笔很好，这个人讲的口才很不错的，就是光是只是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呢。就声音，让真正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从来的是不这个思维，就是这样也是不合理的。现在听说是有些大学考试的时候的话呢，他们都就是这个内容很空洞的，但是不在乎，就是这样是文笔好一点，就是这样把这个词弄得特别好的话呢，就是马上得满分的，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教育的缺憾，就是这也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从两方面，就是文字和意义呢，就是同时要抓这个牵涉到这个闻思和修行就是闻思和修行。因为你闻思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对文字不得不这个重视的，然后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你对它的这个意义呢不得不这个重视如果你闻思修行全部就是非常圆融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文字和对它的这个内容就是都会这个重视起来。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在弘扬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强调就是四众弟子呢，就是对这个文字和对意义呢，就是同时要这个重视。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教言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道友们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意义很重要，不看文字，就是连讲课的时候看都不看字，就是一直闭着眼睛，就是你再怎么聪明的话，那你这个文字不一定能背得到的，就是所以不看文字的这些人呢，我也是看不惯的，就是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然后有些人的话呢，这是文字很重要的，就是对它的意义呢，就是不在乎的，这种人呢也是不行的。你光是依靠文字的话呢，其实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它的意义呢，就是才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和获得这个开悟就是所以这两个这个很关键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值得这个重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为宁慧而持就为宁慧而持。倘若没有宁慧了义不了义，秘密依据的各种说法而述者，就会导致无极次句和意义未别正法的结局。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也已经就是讲到了，没有这个宁慧，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最后的话呢，就是导致这个整个意义和这个词句就是都这个相违，就是你自相续当中呢，就是也可能会这个生邪见呢，就是有许多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个我们这个对文字和对意义都这个重视的前提下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通达这个佛经或者是论点，或者是上师们呢就是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如果你讲到的这个内容呢没有这个宁慧没有宁慧的话呢，就是肯定会不能这个如理如实的就了解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清楚佛经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就是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意义的这种经论就是经文尤其是佛陀呢，为了就是这个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然后宣说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法门。那么有些这个法呢，就是这个了义的法，有些法呢就是不了义的法了义和不了义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在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我这里呢就是不光说，但总体将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疗义的话呢，就是符合这个实际真理的比如说这第二次法论当中呢，就是所宣讲的空性法，这就是疗义的法，就是任何这种这个理论也是没办法破掉的。然后第三次法论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光明，这个就如来藏的本体这个光明了，就是自现光明。那么这也是这个可以说是疗义的这种法。那么这两者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真理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破的。但是在其他众生面前的话呢，佛陀因为不同的众生面前也说了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我是存在的，有些时候呢，说是我不存在的。但是真正来讲呢，就是不存在的是真实的，这是疗义的。然后存在呢，就是展示，就是对这个众生呢，就是就宣讲了这样的法。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教要认识的话呢，一定要全面的、完整的，要系统的去这个学习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学习的话呢，你断章取义其中的一层内容呢，就是作为是最究竟的内容的话呢，恐怕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教义就是不一定就是非常的这个通达就是不一定就是全部就是通达，尤其是这个疗义不疗义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是的确也是这个很重要的。有些法师的说是符合自己心里的，就是疗义的不符合自己心里的呢，就是不疗义的，也有这种说法。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实践人就是对这个实践的这种这个财务或者是人就是产生贪心的话呢，那这也是这个比较疗义的，就是因为你喜欢就是这个贪心的堆积呢就有些这个说法呢就不是这样这个解释。我认为呢应该就是符合这个实际就符合实际，就是这是就当然疗义和不疗义的这些道理呢，我这里不是这个详细分析。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要广泛的这个闻思了这个疗义不疗义，或者呢就是密义和依据。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道理的话呢，你才知道是佛陀呢就是某某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是念一个佛号，就是你这个佛号的功德是什么什么然后在某一个经典里面呢念一个这个咒语的这种功德，那么这些呢就是都有这个分析的都有这个分析的。因此呢就是一般讲那个四种这个秘密和四种这个依据比如说这个就我们就是前面就是在这个第八品当中，就心性修习的第八品里面都已经这个讲过了，就是所以比如说这个尼如秘密相秘密菩提伽罗秘密等等这些呢，一以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才知道是这个佛经当中呢，就还是这个分了很多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佛陀这样这个说了以后呢，应该是把它当作是最疗愈的，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道理呢，就是通过这个长期的闻思以后呢，就是才可以这个分清楚的。我们这个学了这个戒义慧见以后呢，很多人也是应该就是这方面就是有所这个认识的。所以说呢就是对佛教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认识很重要的。现在有些居士和有些法师的话呢，他只是这个文字上的道理呢，就是比较这个明白的，但是他的这个意义了解还是不了解的，关于这方面呢有时候就是不能就是通达。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你不管讲经说法也好，你平时理解的话呢，对这个经文的这个意义就是可能会这个一文解义就以前古达的也是经常讲，就是逆经义字如同魔术就是逆经义字如同魔术，一文解义三世佛缘，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如果真正是这个离开了就是这个大乘的经典的意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呢，就是跟这个就是没这个价值的，就是完全违背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意义因为神意是不合理的。但现在有时候呢，我们这个自己就没有这个长期的闻思的话呢，的确是你讲经就是表面上看来讲经，实际上的话呢，经典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没有搞懂这样呢就还是过失这个相当大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疗愈和不疗愈的一些这个意义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分析，否则呢就是我以前也引用过，就是那个因缘品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父母为所杀，国王二所尽就父母为所杀，国王二所尽，经卷皆摧毁，逼人得清净，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个寄送
那意思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就是父母是应该就是杀害的，国王和大臣，还有呢就是眷属啊，就这些都是应该值得这个摧毁的。那么这些摧毁完了以后，这个人才能得到解脱的。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这里的这个父母啊、国王啊，这些都有这个代表的，就是比如说爱妻啊，还有这个撒迦耶剑呐、金曲剑呐，像这些这个恶剑呢，就是全部摧毁。阿赖耶是当这些摧毁完了以后的话呢，此人就是才能就是获得解脱啊，就是此人这个获得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这个自己没有就是长期闻思的话呢，就是佛经里面的内容直接去解释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因此我们这个非常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这个系统的，尤其是像悟光尊者的这个心性修习第8品里面就是讲的这个疗愈不疗愈的一些这个分类啊，这样讲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随时的知道是佛陀在哪些众生面前呢，就是宣说的这个妙法是什么样的，就自己就完全会明白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在任何场合当中就是宣说这个佛经的教义呢，就是不会有这个困难的。因此他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不懂的就是疗愈不疗愈的这些道理，而随便就是自己就是这个宣说或者是去理解的话呢，就是会导致这个误解就是会导致呢就是误会的这个结局。因此呢，平时也一定要这个观察，当然这个需要观闻多学。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你可能就是对这个佛经的究竟深意呢就不一定就是了解就只是这个不领会而已。也就是说是你没有动的，就是意义呢没有权利呢，就是让你这个就是顺便就是宣说就是佛法的真理。这是第3个问题。第4个呢，就是说上下错谬二词就是上下错谬二词。如果上下错谬而数则，显然已违反了佛法的规律。如此一来，无论闻法、讲法、修法，都会面临矛盾重重的处境。如果我们对这个上下这个次第就是已经这个混乱了就本来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一层一层的就是上等根基的、中等根基的、下等根基的就像是我们实践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小学、中学、大学一样，就是这个课程的话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并不是说你这个小学1年级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读这个大学3年级，就是不是这样的。这实践的一般的一些教育学的话呢，它也有一层一层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前面的这个学习已经完成了以后呢，你有资格，你有这个可以进入就是上一层的这种境界。同样的道理，就是佛陀的这个教育的话呢，就是也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在学显宗也好，学这个密宗学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有应该这个次第的。但是有个别人的话呢，因为对这个以前呢，就是对佛教的教义并不是特别的通达，这样以后的话呢，佛教里面的这种内容呢，就是有层次呢，他并不是很了解的，只是认为是佛教是就是全是一个内容的，然后最深的内容的话呢，我先去这个尝试，可能是最殊胜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学这个密乘学密乘的话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前行的话呢，就是有点累就是系统的这样问世下来的话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修50万加行多么困难的事情呢？我就不经过这一点，我就直接听到就是无上大圆满的最高的这个妙法就是然后呢，就是他不愿意就是系统的一个一个的去这个修学，就是他只是呢，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就是在一个上是哪里就是得个观点得个这个最高的这个价值，很想就是马上这个开悟，但是这个有一定的困难就是的确是这个冰上建筑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前面的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就是上面的这种境界很难以这个呈现的。就是以前那个升天论师就是升天论师呢，就是摄心居论。摄心居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佛所赐方便，如体智坚持就如体智坚持，就是佛陀呢，就是所宣说的这些这个佛法的这个分辨方法的话呢，就像是体界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这个循序渐进，并不是呢就是它是一下子就已经这个上了就是高路就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达这个次第就先修假心，然后修正心，再可以这个后心的。但是极个别人就是不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有一部分居士啊。就有一部分呢，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他平时系统的这个文思修行，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的，就是听说这个密宗的。有一部分呢，不是这样的，就平时的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样的这个学习呢，就是他看不惯，自己认为自己是立根者就跟别人说话也是用一些，比如说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楞严经》里面的，还有这个。其他的密宗当中的一些个别的特别高的一些词就是什么这个一切这个无二无别就是空性光明自信这个明情就是等等，就是这些词来，就是心里都是很舒服的，就是因为平时呢也不用苦心，也不用磕大头，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就你什么就是德国那个4个观念没有然后所有的这个派的传承我要接上，那个派的传承我要这个接上然后我要修一个坐火地，马上要开悟每次都是从那个比较高的境界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话心里可能比较舒服，但是这个根基可能是这个一般就是有些人是真的这个自己把自己当作很高的根基而已。实际上呢就是基本的我们的有些这个佛教的这个教育比如说这个人生难得里面的基本的一些道理，在心里面呢，就是从来没有这个想过的。然后皈依的这个三宝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就是产生不共的这个信心的话呢，也许是对他来讲是从来的是没有这个产生过没有产生过。那这样的话呢，这些境界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平白无故的，然后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分支他来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这个次第就如果搞错了以后的话呢，一辈子的这个修行都可以说是这个已经这个乱了就不可能呢就是非常这个成功的，因为自己呢就是也许是觉得是对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像我们实践的教育也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你是非常立根的话呢，你小学不读可以，中学不读可以，直接呢就是读大学的课本可以，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要特殊就如果不是特殊的话呢，我们一般的一个人呢。就是我不愿意读小学，我不愿意读中学，但是我还是要这个。他每天都是讲一些这个大学的这个课程的话呢，那其他的这个学生的话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就是的确，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有极个别的一些上师的话呢，也是这个强调就是你们直接安住就可以了就直接呢，就是在本来情境当中，就是让观就可以了。当然，这样观呢也是可以的。这个佛法呢没有助人的，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上师。已经开学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你的这种就不可能就你的见解就是抢过来的。可是你没有大法基础，你光是直接按住观自己心的本性的话，这是我们谁也会观。可是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基础没有，就不一定就是到得到。因此，非常这个希望呢，还是要这个次第性的来就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强调就是修这个加性。修加性的话呢，就是这次所有的人，凡是这个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这个立根者的话呢，就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都修就是这过一段时间，我们这里的法师们呢，就是希望大家应该就是。观察一下，看那个不需要这个修加性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们最好是到我这里来，就是我先这个就是考个试就是我简单的不管是境界上也，虽然我自己没有境界，但是我对这个。密宗也好，禅宗也好，就稍微了解一些，就是然后呢，真的不需要这个修加行的话呢，那我这个签字就是说这个人真的不需要这个修加行，我还要在他面前听法，就是然后就是如果真的有窍诀的话呢，我们没有什么嫉妒心，就是我们大家都就让他观个定让他给我们加持，就是他相续当中的这些境界呢，就是给我们也是就是分享，就是这样可以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是正常嘛，就是自己好像就我不修加行的是应该可以吧？听说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别人就我不修加行应该是可以的不用修，不用闻思，可以不用闻思的话，那我们可以，我有几种方法来考试就是我有几种方法，但这个看他敢不敢来，应该会来吧？就是因为已经高了那么高的这个境界的话，那这没有什么的。
如果有那么大的执着，就是肯定不好的。真的，我是非常希望我们这次啊，就是也是大家这么多的人呐，就是都在那个这个修共同家行。我认识的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啊，就是他们也是觉得是这次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啊，这么多的僧众和这么多的居士，就是在国内外有那么多的人一起共修的话，那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很多人的就是自愿的愿意这个参与，然后大家呢就是向这个共同修行。所以极个别人把自己的这个佛缘以傲慢心来断掉的话，那就是我是觉得是非常这个可惜。就是因此呢就是这次这个修家行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就是上下出妙而刺，这样的话呢就是显然的就是违背了这个佛教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规律啊。就是这样一来呢，你不管是这个听法也好，讲法也好，或者修法也好，你这个次第没有对，次第没有对的话呢，肯定不行的啊。比如说你前面的这个家行呢，就是根本连一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这种观念，在你的相续当中都是没有这个产生过。你从来都是不想是人生难得啊，就是你觉得是很开心的。可是这样的这个人的心相续当中，会不会有很高的这个境界就出现呢？恐怕是不会的啊。就是我们看到以前的是有境界很高的一些高僧大德和这些修行人的话呢，他们的很有次第的去这个学习啊，就任何一个上师，任何一个法，就在哪里有的话呢，就愿意到哪里去听说，而且自己也是愿意苦行，愿意呢修这个家行呢。一般来讲，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地的这个法就是不会这个侵蚀的啊，就是他觉得呢这个因果啊，就是占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些关系啊，就非常重要，克托啊，这些方面的话呢，一点都是不会蔑视的。然后自己境界相续当中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这是一种这个傲慢，就是非常空洞的，没有这个以自欺欺人的。那不如不学佛，就是因为不学佛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没有这个邪见，就是没有这个不一定有这样的邪见，就是因此。我们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傲慢，就是应该按这个次第来啊，就是按这个上下的这个次第来。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颠倒而次啊，就是颠倒而次。那么颠倒而次呢，假使颠倒而数次，亦则自相续会因分别念的自身蔓延而毁坏，甚至呢会由此而成为佛法的悖类。那这里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呢，就是本来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清净的，可是极个别人自己的这种闻思的智慧和力量不够啊，就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已经这个误解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在这个禅宗里面呢，就是也是讲这个空性，中观当中呢，就是也讲这个空性，然后有些人呢就误认为是这个空性的话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开始这个诽谤这个因果啊，诽谤呢就是祈祷这个三宝啊，什么都是空的，就是一切都是没有的。那实际上他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见解，就是并不是呢，就真正是这个空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因此呢就自相续当中呢，就是蔓延这个邪见，就最后的话呢什么这个善法都是不做的啊，这样的人呢，就是也是有就有些人因为他对这个中观也好，他对一些空性法门呢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呢，就觉得是什么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就是那是造恶业也可以，造善业也可以。法王以前不是讲过很精彩的这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个老人呢，就是他听过一点点的一些这个空性的法，然后呢，就是他觉得什么都没有，就是后来他开始杀那个山羊，就是他一边就是杀，一边呢就是告诉他，你所杀的你这个山羊也是没有的，能杀的我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我今天呢把你这个杀掉，就是一边就是杀，一边呢念观音心咒，就是他做的也是很矛盾的，就是他心里面可能也害怕，就是他这个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会不会自己也受苦，就是然后一边就是念观音心咒，一边呢就是杀害，就是那这样的这种邪见蔓延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可怕。就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呢，真的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教育，不管是讲光明也好，讲空性也好，讲一些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些道理呢，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往往的这个错解就错解。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法师和辅导员的话呢，一定要
注意啊，就是以前高僧大德们是怎么样这个解释，自己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已经这个讲错了，就是这方面就要这个提醒自己，否则的话呢，有时候自己讲错了的，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就表面上是文字，虽然你让这个解释，但实际上呢，就是意义如果没有通达的话呢，这也是可能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就是欲诵千章，不解一句。以前是《出要经》里面吧，就是欲诵千劫，不解一句，什么只解一句，即解百义就即解百义。愚者的话呢，就是虽然让这个通达，或者表面上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达这个千章的这种这个文字，可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一点也是没有这个融入就不能就是了解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含义。而智者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他虽然呢就是能读诵或者是能了解一个句子的这个意义，可是通过这一个句子呢，就是完全就是通达了就是百种这个意义比如说我们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是这仅仅是一个格言里面的一个寄送的内容，或者说诸法这个无常就是诸法无常或者是诸行皆苦，就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他对整个人生的所有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掌握了。智者和愚者之间的这个差别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嘴巴会说，或者说是他这个外面就是对社会上做的很大的这个贡献，不一定。有一些内容的话呢，就是对整个他的这个一生的这种转变和内心的这种调伏烦恼方面呢，就是起到就是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智者和愚者之间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就是不要有就是颠倒而次颠倒而次的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有些道友闻思的过程当中，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就理解了经义，其实呢，你的这个经义的话呢，就是你在另一个地方就是无解了，就是这种现象相当多。因此，我们法师们呢，平时就考试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讲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观察，就是他到底是真正是无解还是这个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这个分析，否则的话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实践人的话呢，从小都是对这个实践的文化的习气是非常重的，然后把这个实践的一种这个真理或者是实践的一种道理的话呢，认为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就是到目前为止，现在这样的，包括一些法师当中的话呢，也非常多就法师他自己认为呢，我讲的是这个佛经的内容，其实根本对这个佛经的教义呢不接近的，这种情况也有有些人认为是自己的已经通达了，自己的已经讲的就是非常不错，可是根本没有这个靠边的，没有靠近的，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务必要断除以上的这个过失就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以上的这个过患，就是你重视词不重视这个意义也不行的，然后重视意义不重视词也不行的。如果上下错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不行的。你这个次第错乱的话呢，也不行的。你没有懂得它的意义，而且它的意义无解，这几个非常这个关键的。我们任何一个经文和任何一个论点呢，就是去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你必须就是先摆正自己的这个心态，要这样的一个规律上呢，你才可以就是通达它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这个前行还没有正式学之前的话呢，每一个人是如果按照这个华智仁波切的教言去做，以后呢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就是跟大家共同学习的时候呢，都是要这个要求，就这并不是说口头上说一下就可以了，今天过一下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们要这个长期的，也可以说整个这个内容的话呢，必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呢，就是去这个进行就是进行通过词句和意义上毫无不错妙就是毫无毫不错谬的正确的途径来述持，就是以上的这个文字和意义上也是不矛盾的，然后上下也是不错乱的，意义也是完全就是正确的理解的，这样的途径来就是述持这个佛经。当遇到意义难解、内容繁多的时候呢，绝不能认为无法掌握而就此放弃，要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去述持。我们就是遇到一些这个经典颂词比如说《仙观庄严论》或者是《中观根本慧论》
这个内容呢就是也非常的丰富，文词呢就是也不是很好懂的就中观400论的后面这个极品的话呢，很多道友都不行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菩提协会的很多人呢，就是学了智慧品就很多人都倒下去了，就是好可怜啊，就到了这个智慧品，因为从1品到9品之间是很顺利的，到了智慧品的时候呢就看不动了，就是已经这个牺牲了，就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很可惜的。但是你到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不应该就是觉得是现在就没办法了，我就搞不动了，就是就把它放弃了，就不应该有这个顽强的这个精神，或者是以这个欢喜心来，就是再次不断的去这个学习。如果我们实践的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你不可能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原因呢，就马上这个退杀，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有些词义呢，你如果这一次搞不懂的话呢，就是下一次我们学院里面有些堪布的话呢，比如说今年就是遇到了一个校正的这个教义他一直是教义这个不懂的话呢，那么就是明年后年就是2、3年当中一直不断的翻阅很多很多的经论，慢慢就是懂得就是它的这个意义。我们也应该就是这样你这个智慧品呢听第一次呢，就是肯定就是不是很好懂的。我原来也讲过，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听1次2次还是很费劲的，就是后来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就是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因此很多人呢就是遇到一点就是比较难的道理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太难了，就是算了，就是不用就是看了，就是没办法了。然后他这里也讲呢，就是如果这个遇到了意义简单，词句呢就是鲜少的这个时候就有些论点就是意义也比较简单，就是词句也不多，就是像佛子行或者是我们这个前行的话呢，就是也内容就是比较好懂吧，就是这样的。也不能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法义前显而轻视轻蔑就是必须就是不忘的这个记住，就意思就是说呢，你对这个遇到告发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告不可判，就是没办法呢，就是然后呢就不愿意就是读下去了。然后比较简单的浅显易懂的内容下面就这样的道理的话呢，这个是我看过，我听过，佛子行的我早就已经听过，如不在行的早就我背过，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我再次学的话那没有必要的多余的。不应该这样的。那么一些简单的这些内容的话呢，文字也许是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内容呢，对我们来讲还是这个一生都要乃至这个生生世世的要这个用得上。所以呢，你一定要就是不断的就是去这个修持，否则的话呢，就是高法你不求，就低法呢你看不起，就这样呢，始终都是得不到这个法的。以前上师如意宝讲文殊大圆满的时候呢，也就是引用了我们藏地的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是这个大法呢，就什么这个就阿克呢就是不愿意修大法，就是然后小法呢就是阿克也不愿意修，大法是不能修。临死的时候呢，就是阿克无有修行二字。他这里阿克是一个出家人的这种这个简称，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对高法呢就是他也不愿意修，对低法呢就是也不愿意修。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一生浑浑噩噩当中，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呢，什么法都没有这个修到的。这种情况很多人会有的，就一定要这个注意。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所有的，不管是这个大法还是这个地法，就是全部都是看着这个像这个甘露一样来这个对待。凡是一个法呢，就是在任何一个法师宣讲的时候呢，我反复的这个看你们应该再次的这个想一想，像什么那个华智仁波切对这个前行法就是需要20多次要听说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听就是多少次才可能诸葛就是应该说是这个50遍或者是60遍就是才可以就是通达就是它的意义。否则的话呢我们跟这个华智仁波切的根基相比较起来，就是什么样，就是自己也是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呢就是对这个佛法都有些怎么说就是厌倦心呢，就是要这个值得注意。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呢以前没有得过法的话呢，就是要去听一下这个我以前看过，这个法是我以前听过的，所以我这次不用去批听了。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就是这是不合理的
啊，就是以前的一些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一生当中发愿，就是比如说我要看这个100遍这个入心论，我要看这个100遍呢，就是大圆满前行。他自己呢就是发愿的同时呢，就是在任何一个善知识宣讲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愿意去这个听。应该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精神的话呢，就是这些法对你的这个相续是有利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总而言之啊，要按照上下正确无误的相应关系，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以上的这个次第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就是非常的这个关键，有条理一无一失的这个掌握一切次第。好，讲到这里。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sunen chua chua sha Bandaran gara badna atsadar da Bandaran gara badna at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tsadar da